如果你想在人生中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就必须学会管理好你的身、口、意。我见过太多人，他们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网络上的争论，或者对陌生人的生活指手画脚。他们以为自己在表达个性，实际上，他们正在一点点地磨损自己的能量。我们每个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，不是去改变世界，甚至不是去改变别人，而是照顾好这一套肉身和心智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是你唯一的载体，是你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游戏里的唯一装备。你会虐待你的装备吗？如果你不注意饮食，不锻炼，甚至让负面情绪时刻侵蚀你的健康，你就是在虐待你的装备。没有了这具健康的身体，你所谓的梦想、事业、家庭，通通都是空中楼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心不静，身体就容易出问题，嘴巴也就跟着管不住了。这就触及到了核心问题，语言的能量。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相，活着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、高维度的博弈。而在这个博弈中，最重要的资本不是你银行卡里的数字，而是你的生命能量。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总是运气很好？其实答案就在你的每一个念头和每一句话里。如果你心不静，你的灵魂就是混乱的，你讲出来的话自然就会带刺。这不仅是在伤害别人，本质上是在通过损耗自己的能量来制造噪音。无论你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构建宏大的商业帝国，还是想追求内心的宁静去修行，或者只是想单纯地照顾好你的家庭，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地基，你所有的上层建筑都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，潮水一涨就没了。没了健康，所有的逻辑、所有的算法、所有的理想都失去了意义。所以，身体健康不是一个选项，它是所有事情的一，后面的财富和名声都是零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，不要虐待你的身体，不要为了短期的贪欲或者虚无的成就感去透支它，但你要深刻地意识到，身、口、意这三者是强耦合的，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反馈回路。身体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，而你的心则是最初的源代码。你的内心状态会直接映射到你的物理属性上，同时也会决定你嘴巴里吐出来的是高频的信号还是低效的噪音。当你内心焦虑、不平静的时候，你的思维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。这时候你讲出来的话，往往带有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性。你会容易骂人，容易产生怨气。当你的心不听使唤，被互联网上的各种垃圾碎片信息填满时，你就会忍不住去点评，去指点江山，去评价这个怎样，那个怎样。这种乱讲话的行为，其实是内心混乱的一种外化表现。更糟糕的是，当你心不静的时候，你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也会退化，你会产生认知偏差，你听到的、看到的都会被你主观的怨气所过滤，你反映出来的全是自己的投射，而不是客观的真实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沟通都是无效的，甚至是负面损耗的，因为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。在智慧的底层逻辑里，我把口业看作是一种极其沉重的负债。如果你在生活中造了太多的口业，你的福报复利就会被斩断，你的生命能量会像漏斗一样不停地向外流失。嘴巴极其重要，它是你生命能量的出口。有时候我们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那种带着情绪、带着偏见的利刃，在无意中可能已经把别人的心扎透了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心直口快，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意思，但接收者在他们的世界里解读出来的就是毁灭性的信号。反过来，你一定也有过这种经历，你曾因为别人的一句冷言冷语而感到受伤，心里翻江倒海，觉得不甘心，觉得对方是在针对你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，然后你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，放不下，甚至由此产生了长久的恨意。但事实往往是，对方可能真的是无意的，他可能只是那一刻自己心情不好，随口吐了一块痰，
而你却把它捡起来当成宝贝一样锁在心里，反复折磨自己。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低质量沟通导致的生命悲剧。所以我认为，在很多时候，最好的沟通技巧就是保持沉默，少说比什么都重要。在这个人人都想表达、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时代，闭嘴是一种极其稀缺且高贵的认知能力。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能量出口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还是在那个充满戾气的互联网世界里，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，或者进行恶意的、自以为是的点评和谩骂，对你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。这不仅浪费时间，更是在降低你的认知维度。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对错，特别是那些和你没有任何深度连接、没有任何利益相关的陌生人，比如网络上的艺人、名人，或者某个社会事件的主角。无论他在你的视角里做了什么，无论你觉得那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都请克制住你点评的欲望。这种点评行为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正向的现金流贡献，它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让你的心智变得碎片化和庸俗化。你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，这种稀缺资源，花在护持自己的心和嘴巴上。如果你一定要表达，那就去赞美，去给予那种基于事实的正面反馈。当看到别人犯错或者遭遇不幸时，如果你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，至少你应该升起一种慈悲心。你要意识到，他也是在自己的业力轨迹中挣扎。他做错了事，其实是在透支他自己的生命价值。你应该感到一种舍不得，一种怜悯，而不是一种幸灾乐祸。这种悲心不是那种虚伪的道德感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洞察。千万不要有那种他活该，他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恶毒念头。这种心理毒素在伤害别人之前，会先腐蚀你自己的底层逻辑，降低你的生命频率。在这个数字时代，信息是具有穿透力和留存性的。你随手发出的一句恶意评论，只要它进入了赛博空间，就可能成为一颗永远无法撤回的子弹。你以为你只是在敲键盘，但实际上你是在损耗自己的福报和口德。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可以随意审判别人。那种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，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的贫穷。有时候你乱发一些负面信息，无意中会产生可怕的蝴蝶效应。可能某个原本想做好事的人，因为你的一句冷嘲热讽，就心灰意冷放弃了。这种阻断善意流动的因果，最终都会反馈到你自己的命运里。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任务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身、口、意这3件事打理好。如果你能做到不造恶业，不给这个世界制造负能量，那你的人生就已经超越了99%的人。你的身体会因为内心的平和而变得越来越通透，你讲出来的话会带着那种润物无声的慈悲温度，别人听了会感到如沐春风。当你的身心灵都处于这种高频的有序的状态时，所谓的运气、财富和贵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你身边。这不需要你去苦苦追求，这是自然法则。你可以尝试从身体的小事做起，比如每天给路人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在别人帮你推门时说一句真心的感谢。这些细小的动作在改变他人的瞬间，也在重塑你的面相。一个内心充满善意和慈悲的人，他的眼神是柔和且坚定的，他的面相会呈现出一种慈祥和宁静，而不是那种刻薄、焦躁、一脸丧气的样子。在语言的运用上，我们要学会使用那些高能量的词汇，多说谢谢你、感恩你、你真的很棒。要把这些词变成你的潜意识反应，而不是社交辞令。当你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快乐、鼓励和真实的赞美时，你的语言就自带了一个强大的防御立场。这种能量积累久了，你说话就会有分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为什么那些真正的大师或者顶级领袖，他们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但极具穿透力？因为他们不是在喋喋不休地输出废话。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抱怨、在计较、在碎碎念，那他讲的话就是廉价的噪音。但如果一个长期护持口德的人对你说一句建议，你可能会立刻感受到那种穿透灵魂的力量。
你会本能地选择信任。同样的一句话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效果是天差地别的。这背后其实就是生命能量体的差异。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，唯一且长久的路径就是燃起心中的爱、慈悲和感恩。当你心中满载这些正向资产时，你表达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安全的，都是不会伤人的。哪怕是在教育孩子和父母争论，只要你的底层逻辑是爱和理解，对方就能接收到那种保护感，而不会觉得你在进行情感勒索。你的心就像是一个高精度的滤镜，它决定了你观察世界的方式，也决定了你与世界交互的方式。如果你想让人生实现跨越式的升级，你就得从源头上优化你的心智模型，种下利他的种子，学会放下那个脆弱且自大的自我。当你的生命能量足够强大且纯粹时，你看到的一切都会变得和谐。如果你内心匮乏，充满了贪婪和恐惧，那你看到的世界就会全是诈骗，全是套路，全是不公平。我们的五官感官其实只是心的延伸，你感受到的所有痛苦和不顺，其实都是你内心态度的投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，有人能看到机遇，有人只能看到绝望。有些人走过来，你会觉得整个空间的能量都被净化了，那种祥和感会让你不自觉地想靠近。而有些人走过来，你本能的就想保持距离，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戾气。这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心理暗示，它甚至有生理学上的物理表现。你会发现，那些长期修心、长期利他的人，年纪越大，身上越有一种干净的气息。那是一种从内而外散发的天然的生命芬芳，那不是任何昂贵香水能模拟出来的。而那些长期沉溺于怨恨、计较和算计中的人，身上往往会散发出一种沉闷、浑浊的气息。这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，如果你不注意护持内心的慈悲，你流失掉的不仅仅是好运，还有你作为生命最基本的质感。在这里，我想分享几个关于沟通的实操干货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急。当别人对你说话，或者当你遇到冲突时，给自己留出3秒钟的空白，不要急着反驳，不要急着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沟通的第一要务永远是聆听，而不是表达。认真听完对方的话，甚至去感受对方话语背后的情绪和需求。不要插话，不要在心里预演你的反击。聆听是对另一个生命最深刻的尊重，也是一种极高杠杆的利他行为。其次，保持一种透明且开放的心态。很多人在沟通前就已经预设了立场，比如觉得我老公肯定不听我的，我老板就是在刁难我。这种预设就是一种思想的囚笼。你要试着放下这些傲慢和偏见，像对待一个全新的未知的生命一样去真诚的交流。当你打开自己的心扉时，对方的防御机制也会自然而然的瓦解。再次，追求表达的清晰度，不要让别人去猜你的心思，也不要用那种阴阳怪气的模棱两可的话去试探别人。很多家庭矛盾和职场内耗都是因为表达不够清晰导致的。同时，要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。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2个完全相同的生命，每个人的成长背景、认知水平和所处环境都不同。你不需要认同他，但你必须理解他，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，理解他的局限性。这种看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慈悲。还有一点，要有意识地换位思考。在沟通的时候，多想想对方现在的心理预期是什么，他想听到什么样的反馈。如果你能给对方提供他最渴求的情感支持或者逻辑确认，那你的沟通就是满分的。不要总是站在自己的岸边大声呐喊，你要试着游到对方的岸上去看一看。最后，学会心平气和地处理冲突。在愤怒的时候，你的智商是负数的，那时候说出来的任何话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坑。如果对方处于情绪巅峰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静下来。你静下来了，
火就烧不起来。当热度退去，逻辑才会回归。你要学会做一个能量的接收者和转化者，而不是一个易燃易爆的火药桶。我们要记住，沟通不是为了分出胜负，沟通是为了达成共鸣。如果你在每一场争论中都赢了，但你却失去了亲人的信任、朋友的尊重和同事的协作，那你其实是输得最惨的那个人。真正的赢是你通过你的言语和行为，让周围的人变得更好、更平静。活着最大的价值，不是你改造了多少人，而是你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当你把自己照顾好，当你把身口意这3个驱动程序升级到最高版本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柔了。不是世界变了，而是你变了。希望今天这段分享能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你的心里。从这一刻起，好好照顾你的身体这个物理载体，管好你的嘴巴这个能量出口，修持你的内心这个动力源泉。这不仅仅是为了积攒所谓的福报，更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这复杂的人间活得轻松，活得通透，活得有尊严。现在的环境很复杂，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情绪化的表达，保持清醒需要勇气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期深度交流。我们一起在这个充满嘈杂的世界里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清醒的共振频率。期待你的反馈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在哪一次沟通中，因为静下心来而改变了结果。我会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互动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成为那个更有力量、更有温度的自己。